摄影是什么？就是把自己的爱好晒出来，吹牛用的。当你的爱好碰巧是充满质感和懂行的人才能看出来的微妙细节，你可能就需要一支微距镜头了。微距镜头能发掘出人类科学技术之美，自然的奇妙。在微距镜头下，整个视觉都会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建议每个摄影爱好者都应该试一下。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坑在等着你。欢迎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毛本。很多微距镜头的外观和其他镜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呢也是极其的简单，一句话：近大远小。其实近大远小呢是最基本的光学原理。观察距离越近呢，物体看起来就越大；物体离得越远呢，看起来就越小。为了拍到更多的细节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拿着相机不断的接近物体，但忽然就发现，手里的镜头对不上焦了。普通的镜头最近对焦距离一般都是几十厘米到1米出头，只能远远的拍摄。比较遗憾的是呢，在镜头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物体的影像。比如这支Batis 40镜头，在最近的对焦距离24厘米的时候呢，它的放大倍率是0.33:1。换成人话呢，就是这块长度31毫米的乐高在 CMOS 上投影的真实尺寸呢，只有原物大小的1/3，所以说呢是缩小了。这支镜头呢，只能说是有一定近摄能力的镜头，并不是专门的微距镜头。而微距镜头拍摄距离可以继续再靠近，甚至可以在 CMOS 上投影出一个与真实物体等大的影像，这就是放大倍率1:1。你使用相机的像素越高，照片上反映物体细节呢也就越丰富。大家想象一下2400万像素来描绘这一块乐高的砖块，上面会有多少惊人的信息？如果我们使用放大倍率更高的微距镜头，比如像老蛙的2.5倍到5倍的微距镜头，它能像显微镜一样看到你肉眼无法发现的细节。Fat Boy 先介绍一下哈雷的历史这是他的设计师叫 Mike， 能把这东西设计出来都是天才。据说整个摩托车里边全部都使用之前已经有过的套件，只有油箱上2个圆弧才是为这次摩托车单独做的配件。OK， 16岁，我得找一个年龄合适的人。小月，给你点好玩意儿。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，镜头必须达到1:1以上的放大倍率呢，才能加入到微距镜头这个家族。无论微距镜头是什么焦距，其实都是可以把微小的物体拍摄成同等放大倍率1:1的画面。那么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既然都可以拍到等大的画面，那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微距镜头呢？这个就和您的拍摄题材有关说起了。2个因素，一个是视角，另外一个使用环境，尤其是光线的环境。24毫米的广角微距呢，是为了得到1:1的画面，要离得非常的近。50毫米呢，就可以在远一点的距离拍摄，而100毫米呢，就可以放到更远的距离拍摄。长焦微距，比如像佳能的100V、尼康的200V，还有像著名的100V、索尼的90V，都是属于这种。
这种中长焦微距有个好处，就是第一，它的拍摄距离呢与物体相对较远，所以呢画面比较平直，没有那种凑近了拍摄所带来的透视的畸变。而且呢，长焦镜头视角比较窄，所以整个画面呢可以控制得非常的纯净而不杂乱，最适合让观众把全部精力放在物体和质感本身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长焦微距比较容易补光，在镜头和被摄体之间呢有大量的空间可以操作放置灯光、反光板什么的。第三呢，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呢，不会因为镜头的前组离物体过近，导致自己的反光倒影出现在被摄物体。第四呢，就是拍摄自然类题材呢，不会因为凑得太近，把害羞的小动物和昆虫给吓跑。信不信由你啊！100毫米微距是牙医的标准配置，您回想一下，是不是符合这几个条件？容易曝光、主体突出、细节感人，还有说拍照时候还没有倒影，对不对？中焦微距呢，既能突出表现物体的细节呢，又能给摄影师一定的视角来表现环境。代表作呢，比如像蔡司的50毫米，还有像佳能的35毫米微距截幅，等效于50毫米。对于拍摄微距，但是又需要交代一些环境的题材，比如像拍摄食物、玩具、手办等等。而且呢，人类手工做出来的物件啊，这真的不能离得过近拍摄。你要放大拍摄呢，就发现的全是瑕疵了。中焦微距镜头呢，比普通镜头稍多看到一点细节，这个刚刚好。广角特种微距镜头，像大名鼎鼎的蛙边，这个24毫米广角镜头，这个探针式的设计啊，使用的感觉是特别奇妙。以前呢，咱们用24毫米广角是给妹子拍大长腿的，那你们看看我们这个大长腿怎么样？40厘米的探针的设计，让镜头呢可以凑近了拍摄，这就好像带着您在微观的世界任意穿插。但是，玩微距啊，虽然拍摄的物体唾手可得，但是真拍起来呢，却是非常严肃的题材。这硬核的硬件一个都不能少，像最稳定的三脚架，然后云台呢也可以是这种微调或者是专门的微距导轨。拍摄微距呢，因为需要很大的景深，所以拍摄的时候必须要收小光圈，起码 f16以上起。所以呢，这个光源的功率也是越大越好。总之啊，玩摄影、玩微距摄影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投入。此坑口小底儿大，请各位注意自己斟酌。微距镜头能不能当做人像镜头来用？喂，其实微距镜头符合大多数人像镜头的特点，定焦、中等焦距，而且呢又是大光圈。但是我的建议啊，微距镜头最好还是专务专用。首先，如果你要是用100毫米微距拍摄的话，焦距会有点尴尬。你用来拍半身人像呢，距离太远，不太方便跟模特沟通。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长焦镜头来用呢，人稍微跑远一点又够不着了。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微距镜头在拍照的时候呢，它因为是从0.3米、0.2米到无限远的对焦的形成，所以对焦速度会比较慢。我建议你在使用的时候呢，把它的对焦限位打开，调整0.5米到无限远，这样的话速度会提升很多。所以您真要是想拍摄人像，那就买专门的人像镜头，像佳能、尼康、索尼都有85 1.8，这用起来呢非常好，焦外很漂亮。而且这个微距镜头拍人像的话，它2.8光圈呢又不足够大。但反过来讲，如果您是微距的使用者，他偶尔用这支镜头来拍人像呢，我觉得它基本上还是符合要求的。焦内够锐，焦外呢还够软，然后您还可以拿它来拍女朋友的大眼睛，手上戴的大钻戒什么的，挺好。总结，微距镜头啊到底怎么选？其实这几年出的微距呢质量都不错，我觉得您都不用看评测，随便买，画质都没得说。但是有一点，您焦距千万别选错了。微距从短到长这么多里边呢，一头一尾基本不会选错。如果您要是走这个科研范儿的，那你就是什么长买什么，像什么佳能180，还有尼康的200，还有包括一些特种微距，比如像老蛙的2.5到5倍，或者是那个佳能的 MP65，把您的世界放大再放大。那如果你想带着观众在微观的世界里边游弋呢，那就选择蛙边24，绝对没错。其实最容易犯错呢，就是100毫米到50毫米这2个焦距的微距。我见过太多的朋友拍实物选择百微，最后发现买回家，焦距太长，在自己家里厨房根本就耍不开。其实拍实物、拍手办、拍玩具，50毫米焦距呢才是最适合的焦距。
那100毫米焦距呢，您可以拍昆虫、拍花卉、拍一些有质感的东西，或者拍您那个名人字画上的纹理，这才是100毫米微距的终极使用目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玩具呢，也终于1天的时间给拼完了，接下来就开始拍照片、发朋友圈显摆了。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母袋鼠。